我见过太多学佛学修行的老朋友，活活把自己修进了死胡同。明明一辈子行善积德，待人宽厚，礼佛的规矩半点没落下，可日子就是不见起色，家里矛盾没断过，身体毛病没少过，心里的疙瘩也没解开过。很多人来找我诉苦，说自己是不是心不够诚，是不是做的还不够多。我每次都跟他们讲，你心很诚，做的也不少，只是路走歪了。早在1300多年前，禅宗六祖慧能大师，他老人家当年就忧心忡忡地留下过预言，说到了未来，也就是咱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末法时代，学佛的人看着挺多，但是90%以上的人都会越走越偏，掉进巨大的误区里。什么叫末法时代？末法不是说佛法没了，而是人心浮躁了，大家都执着于烧香磕头这些外在形式，却忘了修行的根本是修心。六祖预言，在这个时代，修行人不管是在家还是出家，如果不提防，几乎人人都会踩进4大陷阱。一旦掉进去，你就是念经念破了嘴皮子，磕头磕破了脑袋，不仅得不到一点清净，反而会惹来一身的无明烦恼。今天咱们就把这末法时代的4大陷阱一个一个给它挑破。咱们先来说这第一大陷阱，我管它叫把佛法当交易。诸位仔细想想，咱们很多人去庙里，手里举着香，心里头念叨的是什么？菩萨啊，保佑我儿子今年做生意发大财，佛祖啊，保佑我家老头子这病能奇迹般的好起来。念叨完了，去高人往功德箱里塞上几百块钱，心里还觉得挺踏实，觉得这事儿菩萨算是收了钱，答应给办了。我跟你讲，这就是末法时代最典型的通病。你这不是在修行，你这是在跟老天爷谈条件，做买卖啊。这种人一旦家里出了什么变故，生意赔了，或者人生了重病，他马上就翻脸，抱怨说我都这么信佛了，老天爷怎么还不保佑我？这种贪求的心，佛教里头有个专门的词叫心外求法，你的心根本没有安顿下来，全是在向外头讨要好处，这就是外道。你想想现实里的人情世故，如果有个亲戚平时根本不关心你，突然有一天提着2斤水果上门，一进门就跪下给你磕头，让你把手里的存款全都送给他儿子，你心里是什么感觉？你肯定觉得这人脑子有毛病，或者觉得他居心叵测，对不对？连咱们凡夫俗子都不吃这一套，你凭什么觉得你用几百块钱的香火，几百个响头就能贿赂得了那种大慈大悲看透宇宙万物的圣人？你能让老天爷替你背这个因果吗？背不了的。把佛法当成了交易，这就是第一大陷阱。用世俗的贪婪心去套用因果，最后的结果只能是越求越苦，因为你求不到，心里就生出怨恨，求到了，你的贪心还会更大，永远没有满足的时候，你晚年的那些心惊肉跳和气急败坏，根本不是菩萨给的，正是你这颗永远填不满的交易心招来的。说到这儿，有些老朋友可能要问了，那到底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非要跑到菩萨面前去做交易？这背后的根子就是我们要讲的末法时代第2大陷阱，认假为真，死抓着幻境不放。佛经里有句最根本的话，叫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句话很多人都会背，但真懂的人没几个。什么是相？你银行卡里的存款，你身上的名牌衣服，别人夸你的一句好话，甚至你跟你老伴
儿女的这段感情，这些你能看见能感受到的一切，通通都是像佛法告诉你，这些东西都是虚妄的。虚妄不是说它不存在，不是说你眼前没这个人，而是说它是因缘和凑在一起的，缘分聚了它就出现，缘分尽了它必然要散。它就像一场梦，就像水里的月亮，随时在变，你根本抓不住，也留不长。可是咱们凡夫俗子最大的毛病是什么？就是把这梦里的东西当成绝对真实的，死死抱在怀里，谁敢动一下就跟谁拼命，这就叫认假为真。你一旦把假的当成了真的，痛苦就来了。有一位阿姨，那可是乡里出了名的贤妻良母，跟老伴结婚40多年，一辈子相敬如宾，在外人眼里那就是绝对的完美婚姻。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前几年他老伴突发脑梗，虽然抢救回来了，但落了个半身不遂，吃喝拉撒全得在床上解决。遇到这种大灾，这位阿姨一开始是咬着牙顶上去的，她心里有个极大的执念，她非常渴望维持住自己一辈子完美老伴的体面形象，更渴望老伴能在她的精心伺候下感动得痛哭流涕，对她感恩戴德。她最害怕的就是亲戚邻居在背后戳脊梁骨，说她久病床前无孝妻，说她老了把几十年的情分给丢了。所以她每天起早贪黑，变着花样给老伴做流食，端屎端尿，擦身翻身。可是病痛把她老伴的性情彻底扭曲了，那个以前温文尔雅的老头变成了一个暴躁刻薄的怪物。他老伴不仅没有一句感谢，反而天天用极其难听的话辱骂他，饭稍微烫了一点，一巴掌就把碗打翻在地，骂他是不是想烫死自己好早下家。更绝望的是，有时候老伴为了折腾他，故意把大小便拉在刚刚换上的干净床单上。这位阿姨心里的委屈啊，简直像刀割一样，但为了那层体面，为了争一口气，她越是被骂就越是拼命去干。她每天累得腰酸背痛，整夜睡不着觉，只能半夜偷偷躲进洗手间里，捂着嘴痛哭。时间一长，她的心里彻底失衡了。她看着床上那个骂骂咧咧的老头，心里生出了极其可怕的怨恨。她甚至在半夜闪过这样的念头，要是咱俩能一起闭上眼，明天都别醒过来，该有多好。这就是她当时的处境。她用尽了全身的力气，赌上了自己最后一点心血，却把自己逼进了一个死胡同。有一天下午，她终于到了崩溃的边缘，老伴又故意弄脏了被褥，阿姨打了一盆水，蹲在地上吭哧吭哧地洗床单，水很凉，她的双手泡得通红肿胀，而她老伴呢，就躺在床上斜着眼睛冷笑，嘴里还嘟囔着一些风言风语，嘲笑她就是个伺候人的命。就在那个瞬间，这位阿姨突然停下了手里的活，她呆呆地看着脸盆里那一盆浑浊的脏水，耳边听着老伴的冷嘲热讽，她的脑子里像是有什么东西突然啪的一下炸开了。她问了自己一个问题，我每天这么生不如死地痛苦，真的是因为她瘫痪了吗？真的是因为干活太累了吗？不是的，她突然看清楚了，自己真正痛苦的是她死死不愿意接受那场完美的婚姻已经毁了这个现实。她一直都在跟自己较劲，她付出了那么多血汗，就是为了买老伴一句谢谢你，你辛苦了，就是为了买亲戚们一句你真是个好老伴。一旦这句谢谢没得到，那层体面的壳子碎了，她就觉得天塌了，觉得自己的付出全白费了。那一刻，
阿姨彻底醒了，她发现自己原来一直抱着一个贤妻良母受人感恩的虚幻影子在过日子。既然昨日的恩爱已经随着这场大病灰飞烟灭，一切都是因缘的变化，那还有什么好抓着不放的？想通了这一层，他把手从脏水盆里抽出来，擦干手，站起身，连看都没看床上的老伴一眼，平静地走出了卧室。从那一天起，他彻底变了，不再奢求什么感恩了。他拿出家里的积蓄，花钱请了一个钟点工，每天下午来替他干半天脏活。他给自己定了个死规矩，每天雷打不动，下午必须出门去公园散步晒2个小时太阳。老伴还是会发脾气，还是会骂人，但神奇的是，阿姨再也不生气了。每次老伴发火，她就像站在旁边看戏一样，看着一个被病痛折磨的失去理智的可怜人，她照样给他喂饭擦脸，但心里再也没有了那种你欠我一句谢谢的所求。你看，这就是看破幻境的力量。咱们很多老朋友晚年过得凄凄惨惨，其实跟这位阿姨以前一模一样，为了儿女的婚事操碎了心，为了带孙子累弯了腰，心里总是盘算着，我付出了这么多，儿子的孝顺我吧，儿媳妇的尊敬我吧。你想想看，你这也是在认假为真啊！你把母慈子孝、养儿防老当成了永恒不变的真东西，死死抓在手里。一旦儿女脸色不好看，一旦付出得不到回报，你就痛苦的睡不着觉，觉得自己命苦。佛法告诉你，缘聚缘散皆是虚妄，夫妻也好，父子也罢，都是你人生这场大梦里的同行者。这场梦迟早是要醒的，如果你死死咬住梦里的恩怨不放，你就会被梦里的怪物拖死。但只要你明白了，这不过是一场因缘的聚合，放下那个非要强求结果的我，你的心立刻就解脱了。可是说到这里，有些老朋友马上就会钻牛角尖了。既然你说一切都是虚妄的，都是做梦，是不是咱们就该两手一摊，把老伴扔在病床上不管，把孙子往旁边一推，自己躲到深山老林里，或者找个清静的庙宇，一个人躲清闲去了？诸位啊，如果你真的这么想，或者你身边有学佛的朋友真的这么做了，那你可得赶紧把他拉回来，因为这又掉进了一个更可怕的陷阱。佛教里有个词叫落入顽空。什么叫顽空？就是像一块石头一样变得冷血无情，拿看破红尘当成了逃避世俗责任的借口。你仔细想想，咱们晚上睡觉做梦，梦见一只老虎在后头追你，一口咬在你的腿上，等早上醒来，你当然知道那是假的，腿上根本没有伤口。可是在做梦的那个当下，你害怕不害怕？你觉得疼不疼？你出了一身的冷汗，那个痛苦绝对是真真切切的。世间万象虽然是幻境，可是众生在幻境里受的苦、遭的罪、流的眼泪，那可是实实在在的。真正的高人，真正懂佛法的人，他心里头明明知道这一切都是因缘和合的虚妄，但他不仅不会躲开，反而会升起巨大的慈悲心，主动走到这苦难的大梦里头去尽他的本分，去帮别人解脱。咱们来看看宋代的一位真正的高僧大慧中观禅师，看看人家看破了生死幻境之后是怎么面对现实里的人间炼狱的。大慧中业在当时那是朝野上下都极其敬重的大禅师，无数达官贵人都排着队去听他讲法。他早就参透了世事如梦，心里头清明的像一面镜子，按理说他完全可以舒舒服服地待在名山大寺里，享受着众人的供养，安安稳稳地弘扬佛法。可是当时朝廷里出了个大奸臣，
就是那个陷害忠良的秦桧。大会中所看不惯秦桧的做派，不但没有置身事外，反而公开跟那些主张抗击外敌的忠臣们走得很近。秦桧一怒之下，下令扒掉大会中尉的僧衣，没收他的度牒，把他变成了一个带着枷锁的囚犯，并且流放到了当时的衡州，后来又发配到了梅州。诸位要知道，那个年代的梅州可不像现在这么繁华，那时候叫瘴死之地，到处是毒虫瘴气，瘟疫横行。凡是被流放到那里的官员，可以说是九死一生，能活着回来的没几个。连大会中所平时身边那些最亲近的徒弟都吓得不敢靠近他。面对这么大的灾难，如果是那些学佛学成了顽空的人，肯定会想，这世间既然是一场空，秦桧是空，名誉是空，那我就坐在牢房里闭目等死好了。可是大会中佛没有，他没有哀叹命运不公，也没有因为自己被扒了袈裟就觉得丢了面子。他穿着破破烂烂的囚服，带着沉重的枷锁，一路跋涉到了那个老百姓都活不下去的偏远地方。到了那里，他没有找个山洞去修自己的清净，他换上了一身粗糙的麻布短衣，跟当地最穷苦的老百姓混在一起。那些老百姓大多连字都不识，每天为了填饱肚子在烂泥地里挣扎，稍微生点小病就没命了。大会中乙就和他们一起下地干活，一起承受日晒雨淋。到了晚上，在四处漏风的茅草棚里，他把那些穷苦的村民和随行的犯人召集过来。他不跟他们讲那些高深莫测的佛经，也不谈什么玄妙的境界，他就用最朴实的大白话教他们怎么在这苦难的日子里把心安顿下来，教他们怎么做人，怎么面对生老病死。你可以想象一下那个场景，在一个破草棚底下，外面下着大雨，泥水流得满地都是。这位曾经在京城里被万人敬仰的大禅师，光着脚丫子踩在烂泥里，脸上沾着灰土，却笑眯眯地在跟几个文盲老农聊天。那一刻，他身上没有袈裟，但他整个人都在放着佛菩萨的慈悲光芒。大会中国在那个九死一生的地方，整整被流放了16年。他不仅没有死于瘴气，反而把那个野蛮荒凉的地方教化成了一个民风淳朴，大家都懂得行善积德的好地方。后来秦桧死了，朝廷给他平反，重新赐给他紫袈裟，请他回京城。当他回到京城的时候，那是万人空巷，大家都跑出来迎接这位活菩萨。可是大会中的呢，依然是粗茶淡饭，脸上没有任何得意的神色，因为他知道当年的流放受苦是一场梦，今天这万人欢呼同样也是一场梦。但是只要在这梦里一天，他就得把这梦里该干的活踏踏实实的干好。诸位老朋友，听完这个故事，你再回头看看你自己的生活，你心里知道这辈子跟老伴结为夫妻，跟儿女成为一家人，是一场因缘的聚合，迟早要散。但是当老伴躺在病床上痛苦呻吟的时候，当儿女遇到难关快要过不下去的时候，你能在旁边袖手旁观吗？你的家庭，你的厨房，那张充满火药味的饭桌，或者那间满是药味的病房，那就是你的梅州，那就是你修行的帐篷之地呀。看破幻境，绝不是让你去找个借口逃避责任。真正的修行人是在知道这一切终究是一场空的前提下，依然每天早起给儿女做饭，依然耐着性子给老伴喂药。唯一不同的是什么？是你心里不再有怨恨了。以前你做饭伺候人，心里会想，
凭什么我这么累？凭什么你们不感恩？你越想越憋屈。现在你明白了，这不过是梦中债还一笔宿债，你是带着慈悲心在尽你的世俗本分，缘分来了，我欢欢喜喜地接着，缘分尽了，我也没有一丝一毫的遗憾，这才是真正的通透。这就叫随缘消旧业，更不造新殃。好，话说到这份上，有人心里肯定要犯嘀咕了，既然世间是梦，既然只要在生活里尽好本分，不带怨恨就行了，那咱们这些老头老太太每天在家里掐着念珠念佛，每天早晚对着佛像磕头，去庙里参加大大小小的法会，到底还有没有用？如果没有用，那咱们天天起早贪黑地在这儿算数量费力气，到底是在图个什么呢？这个问题问得好，这恰恰就引出了咱们末法时代许多修行人最容易陷进去的第三大陷阱，用算账的方式来修行。你去看看现在的很多老朋友，每天修行就像是在完成单位里的年终考核一样，手里拿着个计数器，嘴里阿弥陀佛念得飞快，大拇指按得啪啪作响，到了晚上睡觉前拿出个小本子记上，今天念了12000遍，磕了108个头，诵了一部大经。如果哪天带孙子太累了，没凑够这个数，心里头那个慌啊，就觉得今天这一天白过了，觉得菩萨肯定要扣自己的福报了。如果听说隔壁王阿姨每天能磕500个头，自己马上暗自咬牙，明天非得磕600个不可，膝盖都磕肿了，觉得这就是星辰，这就是精进。我跟你讲，这种把修行当成计分牌，拿数量去跟老天爷邀功，跟别人攀比的做法，不仅修不来福报，反而会把你的心越修越傲慢，越修越狭隘。佛教里有个非常重要的道理，叫借假修真。什么意思呢？咱们家里的那个木头雕的菩萨像，你手里的那串心月菩提，甚至你嘴里念出来的声音，这些外在的形式通通都是假的，都是工具。那什么是真呢？你胸腔子里那颗清清净净没有贪嗔痴的心才是真。这些形式和规矩就像是一块抹布，它是用来擦拭你心上那些烦恼和脾气灰尘的。可是很多人本末倒置了，他每天捧着这块抹布跟人比大小，比谁擦的次数多，却根本不去管自己心里的那面镜子是不是早就落满了厚厚的灰尘。我见过一个做生意的老板，这个老板早年是做水产批发起家的，脾气很火爆，到了晚年生意越来越难做，连年亏损，他心里害怕了，怕自己大半辈子的财富和江湖地位保不住，于是就开始疯狂的迷信做功德，想靠这个让濒临破产的生意起死回生。他不知从哪儿学来的一套规矩，每天随身带着一个精致的小账本，今天去庙里捐了5000块钱，记上一笔，昨天买了几车泥鳅去河里放生，花了2万，再记上一笔。他每天晚上都要带着老花镜，拿个计算器在那儿算自己这几个月总共积累了多少功德分。后来公司的资金彻底断裂了，他手底下几十个在冷库里干苦力的工人，整整3个月没拿到工资。这些工人都是靠着这点辛苦钱养家糊活，大家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天天去公司找他要钱，他却大门紧闭，躲在办公室里烧高香。更绝的是，为了求菩萨降下一个奇迹，他竟然东拼西凑，把公司账户里仅剩的最后10万块钱流动资金全提了出来，跑去外地一个大寺庙，包了一场声势浩大极其昂贵的
祈福消灾法会，那天法会结束，他穿着一身干干净净的居士服，红光满面的从庙门里走出来，心里想着自己刚刚砸进去10万块钱，菩萨这下总该保佑他签个大单子了吧。结果一抬头发现10几个饿着肚子满脸憔悴的工人已经打听到了他的行踪，死死地堵在了庙门口。工人们扯着他的袖子要他发工资，你猜这个老板怎么说？他非但没有一丝一毫的愧疚，反而嫌弃地甩开工人的手，指着他们的鼻子大骂：你们懂什么？我刚才捐了10万块钱做大法会，这是为了消除咱们公司的业障，为了保佑大家以后都有饭吃。你们为了这区区几个月的工资，跑到这种清净地方来打扰我修行，这是在折你们自己的福寿。就在他这番话说完的时候，带头的一个老工人红了眼睛，眼泪夺眶而出。老工人从随身的帆布包里掏出一个已经瘪进去的铁皮空饭盒，狠狠地砸在这个老板的脚底下。老工人指着他的鼻子，声音发抖地吼道：我老娘躺在医院里，连看病的钱都没了，你拿我们几十个家庭的血汗钱去给佛菩萨脸上贴金，你这叫哪门子的功德？佛菩萨要是能收你这种脏钱保佑你，这天你就瞎了。那一刻，老板愣在原地，脸色一阵青一阵白。那一本记满了功德的小账本在他口袋里变得像火炭一样烫人。后来奇迹当然没有发生，他的生意彻底破产，连名下的房子都被查封了。因为恶意拖欠大额工资，他被相关部门带走拘留。他坐在铁窗里，那个曾经每天晚上都要算计一遍的功德账本成了一场天大的笑话。诸位，你想想，这个老板天天捐钱放生办法会，这些形式做得很足吧？可是他到底错在哪儿了？他错就错在他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善，什么是真正的修行。他对着一尊泥塑木雕的菩萨磕头如捣蒜，却对自己身边活生生正在受苦受难的工人冷酷无情。他的那些放生和捐款根本不是出于对生命的慈悲，而是在跟菩萨放高利贷，想用10万块钱套回100万的利润。没有慈悲心的形式就是彻头彻尾的伪善。你把念经拜佛当成了计分牌，越算计你的私心就越重，你的傲慢心就越大，最后不仅修不来福报，反而把自己的路给走绝了。其实这种荒唐事不仅发生在那个老板身上，咱们很多老朋友在家里也经常犯同样的毛病。你每天早上把自己关在屋里，规定自己必须念完1万遍佛号，这时候你正在上幼儿园的小孙子跑进来，不小心撞倒了你跟前的水杯，打断了你的清净。你猛地睁开眼，火冒三丈，指着孩子和儿媳妇破口大骂：我这马上就念完1万遍了，全被你们给毁了，业障鬼！你想想看，你这一嗓子骂出去，你这一早上的念佛还有用吗？不仅没用，反而造了口业。念佛是为了把心静下来，是为了让你变得慈悲柔软。如果因为别人打断了你的功课，你就暴跳如雷，那你手里掐着的根本不是念珠，而是捆绑全家人的铁链子，用那种算账的方式去修行。你越精进，脾气就越坏，离佛法就越远。那么问题就来了，既然老天爷不看咱们磕了多少头，念了多少经，既然咱们不能执着于这些外在的形式和数量，那真正的修行到底在哪？咱们凡夫俗子到底该去哪儿找那个能让心里清净，让晚年安稳的真佛呢？这就到了我们要讲的，也是末法时代这4大陷阱里头藏得最深，最容易让人迷路的第4大陷阱：向外痴求，忘了真正的道场。
什么叫向外持求？就是你的心永远在往外头找。很多人觉得佛在天上，菩萨在名山大川的寺庙里，或者在某位名气很大的高僧大德身上，他们一碰到倒霉事或者心里头烦躁，就到处跑道场，今天去五台山，明天去普陀山，想求一个高人给自己灌个顶，或者求老天爷给自己显个神通，给个奇迹。我跟你讲，你就算是把天下的名山跑遍了，把所有的庙门都磕破了，你也找不到真佛。为什么？因为佛法里有一句最彻底的老实话，叫佛像心中坐，莫向身外求。你带着老花镜满屋子找老花镜，你上哪儿找去？你那个能觉得痛苦，能生出烦恼，也能觉察到这一切的心，就是你要找的根本。你只要向外去找，你就永远是个门外汉，你这就叫磨砖作镜。唐代有一段非常著名的故事，讲的是一代宗师马祖道一，在他年轻的时候是怎么掉进这个向外求的陷阱里，又是怎么被点醒的，听懂了这个事，你家里的日子该怎么过，你就全明白了。马祖道一年轻的时候法名叫道一，那时候他还在南岳衡山修行，是个极其刻苦，对自己要求严到了极点的年轻人。他当时满脑子想的就是要成佛，可是他怎么求呢？他觉得佛就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境界，只要我把身体的姿势摆对，只要我打坐的时间足够长，我就能做成一个佛。所以道一每天就在他那个小茅棚前面盘着腿死死的打坐，从早到晚像一块木头，一尊石像一样一动不动。他不跟任何人说话，连睡觉都不肯躺下。他怕什么？他怕自己稍微动一下念头，或者腿一伸直，他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那点功夫就全漏光了，他就成不了佛了。他以为只要死死守住这个外在的空壳子，把外表装扮的绝对清净，这就是最高深的修行。当时南岳衡山有一位真正的高僧，叫怀让禅师。怀让禅师路过，看了道一好几天，心里暗暗叹息，这年轻人根骨是极好的，可惜走错路了。他把身体当成了佛，把外相当成了根本，这就叫死水一潭，这不是活泼泼的佛法。怀让禅师决定要下点猛药，把他敲醒。有一天，道一又像往常一样闭着眼睛，极其庄严地坐在那里打坐。怀让禅师走过去，一句话也没说，从旁边捡起一块粗糙的破砖头，又找了一块大石头，就在道一的正前方坐下。接着怀让禅师拿起那块砖头，在石头上滋啦滋啦地拼命磨了起来，那个声音极其刺耳。道一闭着眼睛，心里头一开始还想强忍着，他想，我要定住，我不能被外境干扰，我要保持我打坐的威仪。可是那滋啦滋啦的声音没完没了，道一心里头那股无明火开始突突地往上冒。他的身体虽然还死死地盘着，但他的心早已经烦躁到了极点。终于他实在忍不住了，睁开眼，皱着眉头问老和尚，老人家，你每天在这里磨这块砖头，到底是要干什么？怀让禅师连头都没抬，一边用力磨，一边随口答道，我要把它磨成一面镜子。道一听了，觉得这老和尚简直是疯了，忍不住笑出声来。老人家，砖头就是砖头，你怎么可能把它磨成镜子呢？就在这个时候，怀让禅师突然停下手里的动作，把砖头往地上一扔，两眼直直地盯着道一，冷冷地反问了一句，既然砖头磨不成镜子，那你天天死死地坐在这里，怎么可能做成佛？
道一浑身一震，像被一盆冰水从头浇到脚，愣在当场，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怀让禅师看着他，语气缓和了下来，说了这么一个极其生动的比喻。我问你，如果一头牛拉着一辆车，现在这辆车停在路上不肯往前走了，你是去拿鞭子抽那辆车，还是去拿鞭子抽那头牛？诸位想一想，车子是没有知觉的木头，牛才是拉车的动力。车不走，你把车厢打烂了有什么用？你得让牛动起来啊！怀让禅师指着道一说，你的这个肉身，你打坐的这个姿势，就是那辆车，你的心，你的起心动念才是那头牛。你天天折磨你的肉身，勉强它像块木头一样坐着，可是你的心里却充满了对外在境界的贪求，充满了烦躁和傲慢。你这就叫拼命的在打车，你的那头牛却在一旁撒野，心不静。你把膝盖跪烂了，你也只是块砖头。这番话犹如晴天霹雳，瞬间劈碎了道一向外持求的执念。他终于明白，自己这么多年看似精进，其实全在皮毛上做文章。他彻底放下了那副死板的架子，向怀让禅师顶礼叩拜。从那以后，道一不再执着于死板的打坐，而是把修行的道场搬到了日常生活的行住坐卧里。扫地的时候，吃饭的时候，听人说话的时候，他时时刻刻盯着自己心里的那头牛，心念一动，立刻觉察。后来他成了一代大宗师，也就是后人尊称的马祖道一。他留下了一句震动千古的话：平常心是道。老朋友们，你们听完这个故事，再回头看看咱们自己的日子，你是不是也跟年轻时的马祖道一一样，天天在家里磨砖头？你每天早上起来，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换上干净的衣服，点上最香的檀香，盘着腿坐在蒲团上。这个时候，你觉得自己像个活菩萨，极其清净，谁也别来惹我。可是只要你一走出房门，看到老伴把地弄脏了，看到儿媳妇买的东西不合你心意，你的火气噌的一下就窜上来了。你指着他们的鼻子大骂，满腹的委屈和怨恨。你看，你坐在蒲团上的那个姿势，就是那辆车。你发脾气的这颗心，就是那头牛。你每天在佛堂里打车，一出佛堂，你的牛就到处踩庄稼，顶伤家人。你这就叫忘掉了真正的道场。佛法讲得清清楚楚，真正的道场根本不在深山古寺里，也不在你家那个布置的富丽堂皇的佛龛前面。真正的道场就在你家客厅的沙发上，在满是油烟的厨房里，在你们一家人吃饭的那张桌子上。真正的修行是当难听的话钻进耳朵里，当心里的怒火、贪婪、委屈刚刚要冒出来的那一瞬间，那个瞬间就是你的道场。如果你在这个瞬间向外持求，顺着脾气去骂人，去争对错，你就又掉进了深渊。如果你在这个瞬间能够停下来，看看自己的起心动念，这就叫反观自照，这才是真修行。好了，咱们今天把末法时代的4大陷阱全给诸位挑破了，陷阱咱们看清楚了。那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咱们老哥们老姐妹们到底该怎么避开这些坑？遇到家里的烦心事，身体的病痛，具体该怎么做？接下来我就给大家定下4条底线，你只要把这4条底线守住，你的晚年绝不会走偏。先说这第1条，去庙里只存敬畏，把所有的求变成愿。很多人去庙里，口袋里揣着个名单，儿子要升职，女儿要生大胖小子，
老伴要长命百岁，一条一条跟菩萨对账。我告诉你，下次去庙里或者你在家佛堂前，千万别再这么干了。你跪下去的时候，心里只要存着一份敬畏就行。你对谁敬畏？对老祖宗传下来的天地因果敬畏，对自己造下的业力敬畏。如果你实在忍不住想说点什么，不要求，要发愿。什么是求？求就是菩萨，你得给我什么？什么是愿？愿就是我明白了因果，我愿意自己去行善积德，承受结果。比如老伴生病了，你别说菩萨求你把他的病变没，你这是在强迫老天爷替你扛因果。你应该怎么说？你应该说，老伴生病是我们的定业，我愿尽心尽力伺候他，愿把我自己念佛行善的一点功德回向给他，愿他能少受点苦。如果这劫躲不过去，我愿平静接受。你看，你这一发愿，交一心就没了，你的心就安了，菩萨的加持力也就来了。这就是真正的修行。这第二条底线，给儿女带孩子，照顾老伴照样干，但绝不求感恩。这是为了破除认假为真的幻境。有些老朋友听我讲了万法皆空，回去就把围裙一摘，说既然老伴儿女都是假的，我不管了，我享清福去了。这是大错特错。刚才咱们讲大会中火的故事，人家看破了生死，照样在烂泥地里跟穷苦百姓一起干活。咱们在家里，既然因缘让你在这个时候得给儿女带孙子，得伺候床上的老伴，那你就踏踏实实的干活。但是关键的转变在哪里？在你的心里，你要在心里明明白白的告诉自己，我现在做饭带孙子伺候人，不是为了让他们夸我是一把好手，也不是为了以后他们给我养老送终，我这是在随缘了业，是在偿还咱们过去世结下的那点恩怨因果。既然是还债，你就别指望债主对你感恩戴德。儿女如果脸色不好，或者老伴发脾气骂人，你心里只要轻轻转个念头，这都是梦里的事，我尽到了本分，我心无愧就行了。你一旦放下了求别人感恩的执着，不去干涉儿女的命运，你在厨房里择菜，跟在深山老林里打坐，那是完全一样的清净。这第三条底线，念佛是为了清净内心，绝不跟人攀比数量。咱们很多老朋友每天在家里掐着念珠，早晚课做得很勤快，这是好事，这叫用打坐念佛的劲去对抗生活里的动。但是一定要守住一个边界，绝不要去跟别人比。如果明天有个老姐妹跟你说她每天能磕500个头，你千万别暗中较劲，说明天我非得磕600个。你只要生出了一丝一毫的攀比心、虚荣心，你就是在造业。你前面念的那些佛号，磕的那些头，功德全漏光了。形式是用来擦心净的，不是拿出去炫耀的。你今天腿疼或者带孙子累了，你只念了10句佛号，只要这10句是你安安静静踏踏实实念出来的，那也是无量的功德。修行是修你自己的心，不是修给别人看的记分牌。只要不机械死板的念，心在腔子里，那就是对的。最后这第4条底线也是最难的一条，脾气上头的那个瞬间，立刻向内踩刹车。这是为了破除向外痴求。咱们平时听再多的道理，遇到事儿还是容易炸毛。比如老伴当着外人的面数落你，或者儿女顶了你一句嘴，在这个时候你的无明火噌的一下就冒出来了。很多人在这个时候习惯性的向外求，顺着这股火气就骂回去了，或者摔盘子摔碗，事后呢又后悔，觉得自己修行白修了。其实这就是咱们讲的打车不打牛。下一次你记住，
当那股怒火刚一冒头，当那句难听的话刚要到嘴边的时候，你一定要在心里大喊一声停。你不需要压抑这股火气，你也不用拼命告诉自己我是学佛的，我不能生气。你只需要做一件事，用你那颗清明的心死死地看着这股火气，你就像一个旁观者一样，看着自己心跳加速，看着自己觉得委屈，看着这股邪火怎么在身体里乱窜，你就这么看着它，不去顺从它，也不去消灭它。你试一次就知道，只要你向内看住了它，这股所谓的怒火不出10秒钟自然就散了。为什么？因为烦恼本无根，它就是个幻影，你一看着它，它就原形毕露，自己就消失了。这个在怒火中烧的瞬间向内踩刹车，就是最高深的反观自照。这就是你在红尘里真正的道场，守住这4条底线，不贪求，不逃避，不攀比，向内观，你的晚年日子绝对能越过越亮堂。好了，讲了这么多，我知道你们听完一转身可能又忘了，没关系，我再最后啰嗦一遍。今天这3个修行的办法你一定要记牢。第一，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回去怎么做？不要死死抓住儿女的恩怨和养老的得失不放，心里要知道这一切因缘迟早要散，你不强求，心里就不苦了。第二，借假修真是根本，回去怎么做？不管是去庙里烧香还是在家念佛，都是为了亲近你自己的心，别再拿功课去算数量攀比，千万别再去跟老天爷做交易。第三，真正的道场在起心动念里，回去怎么做？下一次跟老伴或者儿女生气，火气刚一冒头，立刻向内看着他，别压抑也别发作，不跟着脾气走，这就是真正的大修行。如果今天我说的这些话让你心里头的疙瘩解开了，透亮了，请你动动你的手指，给这个视频点个赞，点个关注，支持这份善念继续流通。同时你也可以把它转发出去，给身边的老姐妹老哥们提个醒，让他们也避开这些陷阱，少走点弯路。这本身就是在为你自己和家人积福。最后咱们说句透底的话，这世上的文字是有力量的，人的念头更是有着极其巨大的能量。我希望每一位看到这里的老朋友都能在评论区里留下你的一句善言，你可以写上一句看破虚妄，不惹尘埃，也可以写上一句愿家人平安，心无挂碍。这不是随手打几个字，这是你在此时此刻亲自种下的一颗清净善念。诸位仔细想想，当千千万万个老朋友的善念在这小小的屏幕底下聚拢在一起的时候，那汇聚起来的正向能量场，那个慈悲温暖的磁场，威力是不可思议的。你今天在这里写下的一句祈福，那份纯善的磁场最终全都会回向到你自己身上，回向到你的儿女和家人身上，